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。咱这婚介所开了好些年头了，来来往往促成了不少姻缘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订阅，故事精彩的话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就给大家讲个特别奇葩的故事。前几天咱们婚介所来了位姑娘，姓高。一见到她，我就觉得这姑娘不一般，35岁的年纪，身高1.65米，体型匀称的就跟模特似的。打扮那叫一个精致优雅，穿着一身小香风套装，手里还拎着个爱马仕包，脚踩10厘米高跟鞋，走一步都带风，一看就是那种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人。高小姐一坐下就特别自信地跟我说：丽姐，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可能有点高，但我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大概有数了。然后她就开始巴拉巴拉说起来，我对男人的外形没太多要求，身高嘛，起码得1.8米，体型的健壮，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，最好有6块腹肌，看着就有安全感。职业方面呢，我希望是事业单位中层以上，或者年薪100万的企业高管，这样以后生活也能有保障。房子嘛，最好是市中心的大平层，住着宽敞舒服。车子要 BBA 起步，这也算是基本配置了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人品好，有责任心，会疼人，能把我捧在手心里。听到他这要求，我心里就琢磨开了，这要求确实不低呀。但高小姐自身条件也还不错，家庭背景听说也挺好，试试吧，说不定还真能找到符合她要求的呢。送走高小姐后，我就一头扎进资料库里开始筛选。这可费了我老鼻子劲了，要找身高1.8米以上，身材好，职业和收入都达标的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我眼睛都快看花了。一份份资料翻过去，挑来选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匹配的男士，姓刘。这刘先生今年38岁，身高1.82米，往那一站，身材健硕得很，一看就是经常健身的。他在一家国企当部门经理，年薪大概80万，自己有套3居室的房子，还开着一辆奔驰。而且我之前跟刘先生接触过，他人挺健谈，为人热情大方，给人的感觉特别好。我心想着，这俩人说不定能擦出点火花呢。我赶紧联系刘先生，跟他说了高小姐的情况。刘先生听了之后，也挺感兴趣，就这么定好了相亲的事儿。到了相亲那天，我特意选了市中心一家环境优雅的西餐厅，想着氛围好点，俩人能聊得更愉快。那天高小姐打扮的还是那么精致得体，就跟杂志封面走出来的似的。刘先生也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着特别精神。刚见面，俩人相互寒暄了几句，气氛还算不错，我心里还挺高兴，觉得这开头挺好啊，说不定能成呢。可是这才聊了没10分钟，高小姐就开始了灵魂拷问。她看着刘先生，一脸认真地说：刘先生，我看你挺爱健身的，有没有具体的健身计划啊？一周健身几次？体脂率多少？刘先生当时就愣了一下，估计没想到一上来就问这么专业的问题。不过他还是笑着回答：我平时工作挺忙，周末会去健身房2-3次，体脂率嘛，没特意测过，但应该还可以。毕竟经常锻炼，身材保持的还行。高小姐点点头，接着又问：那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会不会陪另一半一起看心理学、哲学之类的书？我觉得这些书能让人更了解自己和他人，对婚姻生活也有帮助。刘先生有点尴尬了，不过还是耐心回答：我平时更喜欢看经济类的书籍，毕竟工作上能用得上，心理学和哲学读得少。不过如果另一半感兴趣，我也愿意尝试一起学习嘛。听到这儿，高小姐就有点皱眉了，紧接着又抛出一个问题：你的房子面积多少平米？有没有做过设计？厨房台面是不是进口大理石？卫生间的马桶是智能的吗？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刘先生是真有点绷不住了，语气里带着点无奈说：我家房子是120平米，装修是几年之前找设计公司做的，具体材料我没太留意，但应该还行，住着挺舒服的。高小姐听完撇了撇嘴，低声嘀咕了一句：才120平米啊。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在这安静的西餐厅里还是能听得清清楚楚。高小姐这一连串问题显然让刘先生觉得自己像在参加面试，
心里肯定不好受。他忍不住就问高小姐：高小姐，我能问问您的房子和车是什么情况吗？高小姐一听，略微抬了抬下巴，带着点骄傲说：我家住别墅，车是我爸买的保时捷，我自己平时也开辆宝马小跑车。刘先生听了笑了一下，直接就回怼过去：那您为什么不找个身家上亿的富豪？感觉您这标准普通男人还真够不着。高小姐被问得一愣，赶紧说：我觉得富豪也未必适合婚姻，我更看重人品和责任感。钱再多，人不好也没用啊。刘先生笑意更深了，说：人品和责任感当然重要，但您刚才的问题好像都围绕着物质条件，感觉好像找伴侣的标准和选购物清单差不多。这样下去，怕是很难找到真心过日子的人。高小姐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语气也变得有些不善。我这只是合理的试探，婚姻这么重要，我当然要慎重，一辈子的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刘先生耸耸肩说：试探当然可以，但如果试探过了头，可能只会让人觉得您是在挑剔，而不是在找一个真正适合的人。大家都想找个好伴侣，但也得给彼此一些空间和尊重。我在旁边坐着，听着他俩这一来一往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高小姐这试探确实有点过了，而刘先生这回怼也有点不给面子。眼看气氛越来越僵，我赶紧打圆场：哎呀，咱们第一次见面嘛，先轻松一点，了解一下彼此的性格和兴趣，物质条件这些慢慢聊，别急。婚姻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，是不是聊得来。先交个朋友，说不定后面发现挺合适呢。可惜啊，我说这话也没能挽回局面，这场相亲最终还是不欢而散。高小姐走的时候还跟我说：丽姐，这样的男人太玻璃心了，根本不是我想要的。问他几个问题就不耐烦了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而刘先生则直接跟我表态：丽姐，您以后要是再给我介绍这种挑剔的姑娘，咱们就免了吧。相亲又不是审讯，谁能受得了啊？其实啊，我觉得高小姐和刘先生都没错，就是两个人的婚恋观念和沟通方式不太对路。高小姐对另一半有高要求，这无可厚非，毕竟每个人都想找个好的伴侣，想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幸福。但她这试探方式实在是太咄咄逼人了，让人感觉不到一点尊重。一上来就各种犀利的问题，把对方放在一个被审视的位置，谁心里能舒服呢？而刘先生呢，直接回怼，虽然说的也是实话，但在相亲这种场合，也让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尴尬了。他要是能委婉点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。婚姻可不是一场考试，也不是一场谈判，非得争出个输赢来。他需要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和包容，而不是一方不停的挑剔，另一方只能被动防守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得两个人一砖一瓦，互相配合着来，才能建成一个温暖的家。我在这婚介所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因为各种原因相亲失败的例子了。就说前几天还有一对，男方是个程序员，平时就喜欢捣鼓电脑，生活比较简单，每天不是对着代码，就是研究各种电子产品。女方呢是个文艺青年，喜欢看画展、听音乐会，没事就喜欢写点小文章，追求那种浪漫的生活。两人见面之后，女方就觉得男方太无趣，只知道聊代码什么的，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。男方又觉得女方太矫情，净整些没用的，看画展、听音乐会能当饭吃啊。其实他俩要是能多一些理解，男方试着了解一下画展和音乐会，感受一下艺术的魅力，说不定能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美好。女方也听听男方讲的代码世界，说不定会惊叹于互联网背后的奇妙。这样说不定就能发现彼此的闪光点，也不至于一拍两散。还有一对，男方条件挺好的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错，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，觉得家里就应该男人说了算。女方呢，性格也比较要强，追求平等，哪能受得了这个？相亲的时候，男方就一直说以后家里得听他的，大事儿都得他做主。女方一听就不高兴了，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大男子主义这套，男女平等，凭什么都听你的？然后俩人就吵起来了，好好的一场相亲就这么黄了。要是他们能互相包容一下，男方别那么强势，尊重一下女方的意见，女方也别那么针锋相对，心平气和的沟通，说不定也能成呢。
话说回来，像高小姐这样条件不错的大龄剩女，为啥相亲就这么难呢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一方面是她对自己的定位有点偏差，她觉得自己条件好，就应该找个各方面都完美的伴侣，却忽略了人无完人这个道理。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就像找鞋子，不能光看外表好看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上才知道。另一方面，他这种相亲方式也有问题，一上来就各种试探，把相亲当成了一场面试，把对方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，这样很难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信任。就算对方条件符合他的要求，也会被他这种方式吓跑。而对于刘先生这样的男士来说，虽然他条件也挺好，但在相亲过程中也应该更有耐心一些，毕竟相亲就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。遇到对方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，也可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没必要直接回怼，把关系闹僵。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理解，说不定就能发现对方不一样的一面。我就经常跟来相亲的人说，相亲的时候大家都要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套路。别一见面就想着试探对方，看看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，而是要真心的去了解对方这个人，看看两个人的性格、兴趣能不能合得来。就像交朋友一样，先打开心扉，才能收获真心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不能太草率，但也不能太苛刻。就拿我以前促成的一对来说吧，男方是个老师，女方是个护士。男方收入不算高，女方工作也挺忙，但他们俩相亲的时候都特别真诚。男方跟女方说自己工作虽然稳定，但工资不高，以后可能给不了大富大贵的生活。女方也跟男方说自己工作忙，可能顾不上家里太多。但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优点，男方觉得女方善良细心，女方觉得男方踏实可靠。俩人没有互相试探，而是坦诚相待，最后就走到了一起，现在小日子过得可幸福了。还有一对，男方是个做生意的，女方是个公务员。男方觉得女方工作稳定，能照顾好家庭，女方觉得男方有上进心，有闯劲。相亲的时候，他们也是真诚交流，没有提太多苛刻的条件，就是互相了解，看看能不能合得来。后来俩人结婚了，生意上男方打拼，家里女方照顾，配合得特别好。所以啊，我真心希望那些还在相亲路上的朋友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多一些理解，少一些试探，这样才能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人。不要被物质条件或者一些外在的东西蒙蔽了双眼，要看重对方的内在品质，看两个人能不能相互扶持，一起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要是大家觉得丽姐讲的还行，别忘了给丽姐点个赞，支持支持。要是身边有朋友也在找对象，也欢迎介绍到咱们婚介所来。下次丽姐再给大家讲更精彩的相亲故事，说不定下一个幸福的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呢。